陆行鸟大赛车是7、8年级生的童年回忆，可爱化的 FF 元素，再结合道具赛制的竞速游戏，找3、5好友来家一起同乐。哇，玩得好开心，好开心哦，好好玩哦，哈哈。其实美好的回忆仅限于会玩的，如果是被找来第一次玩的8成这样，干嘞！哇，你再放肆，你试试看。然后哭着回家，从此绝交，或是踏上成为强者的不归路，去买一片来闭关修炼，练完再揪没玩过的朋友来家里垫一垫，让他们也去买一片，这样就是成功推广。陆行鸟大赛车在 PS1 闯出一片天，成为永垂不朽的名作，玩法、故事、赛道都是精心设计，与马里奥赛车有不太相同的游戏方式。趁 Switch 发售新的陆行鸟赛车，来干估一下99年的陆行鸟赛车是多好玩的神作。模式选择相当多，有 GP 对战、3对3、时间竞速跟故事模式，而且陆行鸟会跟着游标跑 ，very cute， 有很多人物跟技能可以选择，不过还少10位隐藏角色跟2个技能。为了照顾没玩过的观众，所以从故事模式来介绍起吧。过场超级用心，音乐大部分是 FF 系列听过的音乐重编，并以翻阅 3D 立体童话书的方式呈现故事，有纸模型跟着页面立起来的这种。小时候看了很惊喜，长大再回来看又很怀念。故事大意相当简单，喜德送陆行鸟一双喷射直排轮，嘿，又是 FF 永不缺席的喜德。试跑之余，顺便给玩家熟悉操作的新手关。赛道结构简单又宽敞，只要顾好左上角的计量条，满了开启冲刺技能，大幅加快速度，在弯道点刹一下就能轻松过弯。游戏上没有太多复杂的操作。喜德对试跑结果感到相当满意，号称世界最速。世界最速这敏感的四字传入莫古里耳里，于是飞来下战术说要尬掐，还下了赌注，如果他赢了，陆行鸟大赛车要改名叫莫古里大赛车。莫古里在剧情担当是彻头彻尾的搞笑役。下个赛道开始出现魔石，每过一关会多一种。这颗是加速，效果如其名。吃到相同魔石可提升等级，最高3级，等级越高效果越好。只是加速这种和平社交型的比较没感觉，要打人的那种才能深刻体会到效果变强，尤其是对人，反应会很激烈卓越啊。跑赢莫古里，粉碎掉川味白日梦。喜德解释他们之所以能使用技能，是源自于身上的蓝色石头所引发的神秘力量。于是展开冒险去寻找有技能的人物，后面每章都是遇见新人物新赛道，赢过他们便会一起同行。第3关是石巨人跟金字塔，开放使用莫古里以及赌神专用的技能鸡翅膀，除了能躲开地面上的障碍物跟不受地形影响，还可以躲开追踪攻击。但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看到屁股后面，顶多看上面头像抖个2下代表有做事，但还是只能猜他们做了什么，或者是感应到后方有恶意。第4关矿山跟哥布林，小刀就这样大辣辣的架在脖子上，有点儿童不宜啊。开放石巨人跟最废的技能转弯，转弯的效果是加强抓地力，给抓地力太差的自创车用的，否则转弯像在酒驾一样。哥布林很爱抢劫，对应到他的技能偷魔石，这很靠背，会让全场的人很难扣着魔石不放。魔石新增冰冻，全游戏中最烦的魔石，1、2级都还没什么，水力大小便而已。3级全民叫苦连天，全体瞬间打滑转向又减速，过段时间后撞墙才发生大 crash， 重点没办法闪，超烦。矿山有个明显到不行的捷径，给玩家欺负电脑用的。第5关黑之馆跟黑魔道士，阴森又诡异的地方，其他人都没在怕的直接进馆，只有莫古里怕的要命。魔石新增闪电，这颗还好，1级只会打滑，2级是小 crush， 3级是大 crush， 都有机会闪掉。赛道比较多直角转弯，场景布置比较华丽，有椅子，还有坐牢。终点线前右边还有一盆火锅，有些心机鬼很爱挑这边放魔石，例如我国中同学，看到别人打滑滚进火锅，马上附加嘲笑，原地维修完又放次闪电再笑一次，真的有点想打人。赢过黑魔道士之后，剧情还蛮好笑的。黑魔道士是无口属性，话最多的莫古里没办法跟他沟通，反而其他人都有办法跟他沟通，连陆行鸟都知道他想一起旅行。第6关空中庭园跟白魔道士，黑魔道士跟魔石升级都很强，选他还有一个好处是电脑没得选，这样受到魔石影响的几率会降低。而且魔石升级的剂量条加超快，一圈会满个2、3次，满了还自动升级，不用偷瞄剂量条，超适合来莫喜爱闹人的邪恶混乱玩家。新魔石是缩小，会出现小天使 BB 锤让全体减速。空中庭园这张比较和谐，弯道比较多之外，还有一些高低差而已。
跑赢白魔道士有段重要的剧情交代。白魔道士向大家解释蓝色石头是什么，其实是水晶碎片。古时原本是一颗水晶，后来战争起因于水晶，于是有大魔道士将它分成8块，散落于世界各地。凑齐8个碎片，水晶将能复原，但没有说明会发生什么事。下个地图是甜点屋，配上最应景的角色胖鹿行鸟。我超喜欢甜点屋这张赛道，因为不仅都是色彩缤纷的甜点，地板有很多种颜色，周遭景物相当活泼又有创意。开放白魔道士跟防护罩，如果不想与世俗有太多纠葛，防护罩是最好的选择。一路上很难受到干扰，甚至会让别人忘记你的存在。新魔石反射跟防护罩效果类似，背在后面会自动使用。甜点屋有几个很靠背的点，有些起跑走捷径的人会这样撸整条魔石，旁人视角看起来是这样。还有这条好汉坡，几乎玩过的人都会记得。问题不在于难爬，而是被人攻击之后车速过慢，就会发生很靠腰的悲剧。有些人会选择倒车重新加速，但是在过去之前都是被锁定攻击的目标，根本是百年无休的战士地带。以前很爱跟我同学耍白痴，两个人都选仙人掌，然后还硬要选甜点屋，车速就会慢到过不去，一定要带个加速，等对方快经过再放魔石，完全是选来互相折磨对方用的。下一关贝比魔石跟火山，可用胖鹿行鸟跟复制魔石技能，被魔石攻击会复制一颗一模一样的，所以被全体攻击打到反而会很开心，又能让其他人再受害一遍。如果沾到别人的尿，那就很悲剧了。新魔石死亡宣告，可以透过碰撞传染给别人，所以火山开场常常有碰碰车情节。后面还有特殊地形，选车速太快或是会飞的，会被顶到连自己在哪都不知道。经过好几场的大赛车，总算是集结8个水晶碎片。从来没讲过半句话的黑魔道士突然开口，若集结8颗水晶碎片时，将会开启前往幻界的大门。莫古里被吓到，他说：“你居然会说话哦！”终于进入幻界 ，FF 的招牌召唤兽巴尔姆特登场，需要通过他给予的最后一场试炼，即是本作最经典的赛道幻界。经典到有人会自称是幻界王。这是一张几乎没有副墙的赛道，而且路窄弯多，十分称职的最后一关。出完机会摔到狗吃屎，被赛道教怎么做人。不仅赛道是场噩梦，连巴尔姆特的技能也是噩梦。招牌技 Mega Freya， 全体发生大 crush， 连防护罩跟反射都挡不住。开放的新魔石也很烦，阿鲁忒马全体必中。这场最后的终极之战，造成有些人的童年噩梦。幻界捷径也不容易被发现，发现机会只有在赛道中的短暂几秒而已。这里能看见左边有一条疑似像捷径的路，但是在赛道上完全没有任何提示，只能用探路的方式把它找出来，再把地点记下来。隔天又打电话把35好友找来点一点。这关开放贝比模式跟突进，贝比模式没有特别优秀，突进倒是出现在很棒的时机点，骗第一次玩的玩家摔到哭出来。突进的技能远比冲刺好上很多，还可以顺便 A 人。由于听说幻界太难，导致后来比较晚出的美版幻界被加上这种鬼东西，看起来又蠢又好笑，超级突兀。跑赢巴哈姆特便解释水晶拆成8块的原因。人类为了得到幻兽之力而互相争夺，如果哪天凑齐了，也许代表不再因此争夺。巴哈姆特看见跨种族的角色们能够带着水晶碎片一起旅行而感到讶异，感叹世界也许真的变了。相信幻界能与人类世界共存，最后他们一起搭乘习得的新型飞空艇前往新地方，故事就结束了。是说结局的氛围跟游戏内容总觉得搭不太起来，不好意思，破坏掉和平感动的气氛。片尾曲跑完，玩家会得到分数，以此分数作为自创车子的点数。以前小时候怎么跑都跑不出高分，比自然国语考第1分还要难过。直到长大看懂日文才知道怎么回事。问题不是出在技术跟运气上，而是躲在选项里。要打勾提升性能，速度会大幅提升，并且在每个赛道内低于一定时间才能拿满分，就能创造出最强的自创车。国外也有人技术好到在没开启的状况下拿满分，善用刹车打滑加速的高级技巧，观赏性蛮高的。影片连结放在下面。隐藏要素还有很多没说到，
故事二周目还有隐藏关卡，赛道偏长弯道很多，但难度远不如幻界。难点在于强迫使用自创车来比赛，如果分数太低，会陷入难解的苦战。音乐采用8代的战斗音乐，改编得很不错。跑赢变能使用 FF8 的主角 Skur， 车子出自于 FF8 暗杀魔女时干来的车。技能枪刀启动后，长时间大幅加速到第1名为止，每提升1位都会顺便送他一刀，超帅，但不太好用。剧情比 Mega Freya 还要久，赛道太短的跑完3圈还挤不满，因为只要受到大 crush， 枪刀就拜拜了，条件非常严苛，通常都扣在最后一圈才放。在史克登场之后，持续破关8人，每次都会获得隐藏角色，最多8位。这些隐藏角色都在史克身上用特殊按法选择，没有新技能跟新关卡。有席德坦克、姆巴、克劳德、仙人掌、阿雅。之前有解说1、2代，有兴趣可以看看。初代陆行鸟。幻影号、杰克，其中最特别的是飞空艇，速度是全游戏中最快的，快到开加速或突进都会变成减速。用它来跑幻界，据说会看到0的领域。还有 GP 模式的难度开启，该难度跑赢全赛道，可开启下个难度。赛道旁边有金铜3色王冠让玩家辨识，全部都得到金王冠，可在选项内开启镜像模式。赛道会左右颠倒，黑之管搞懂左右部分。陆行鸟大赛车的隐藏要素真的是非常多，是很有趣又丰富的游戏。另外还有2款传奇级的竞速游戏，分别是 R4 跟代良赛车，但是代良赛车我没办法介绍，因为我被同学颠到完全不想玩。反而是冷门的可爱赛车3才是我的童年。R4 是公认神片，神到几乎没在玩赛车的玩家也有可能玩过，也是我至今最爱的赛车游戏。有机会再介绍另外2款赛车童年。感谢观看。